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美竞争最主要的战场就一个：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啦、高科技武器啦等这些关键技术，将决定谁主导下一场战争。但是这些技术的基础都是高级芯片制造能力。中国最近一条新的芯片生产线被国内外的业界人士称为具有战略意义。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这条生产线出产的芯片真的很先进吗？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和大家聊聊，同时也和大家聊聊什么是一个合天理的治国理念。在进入今天的主要话题前，我想和大家快速分享一则有关川普封口费案的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起诉川普34项用商业假账掩盖其他罪行。5月30日，川普被一个曼哈顿的陪审团宣判34项罪行全部成立。对这个案件的司法逻辑漏洞和其他关键细节，我在6月1日的节目中做了认真分析。如果您还没有看那期节目，我强烈推荐你回头看看。案件的法官叫莫钦。6月7日，莫钦法官突然通知川普的律师和起诉川普的检察官，告诉他们有人在法庭的脸书网页上，在川普被起诉定罪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9日，发表了一个留言，说川普陪审团的一个成员告诉他，他们已经决定给川普定罪了。屏幕显示的就是目前已经被删掉的那个法庭脸书网页上的留言截图。可以看到一个叫迈克尔·安德森的人留言中说：“谢谢你们对抗 MEGA 疯子的辛勤努力。我的表妹是川普刑事案件的陪审员之一，按照他的说法，他们明天就要给川普定罪了。谢谢你们，纽约法庭。”有媒体报道说，莫钦法官支持民主党，另外他在庭审中的态度和对陪审团的司法解释都不利于川普。因此，当莫钦法官把这个不同寻常的留言公开出来时，很多人立刻意识到这个留言的法律意义不同寻常。司法专家霍洛威就此对媒体表示，这条留言可能极其重要，因为它的后果太大了。莫钦法官给各方发出有关这个留言的通知，是他必须做的，哪怕他还没有时间去调查这个发留言的安德森的真实身份。前联邦检察官马尔科姆也持同样态度，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陪审员在整个陪审过程中应该被明确告知，不能和陪审员之外的任何人讨论案件。看来至少有一个陪审员违背了这个关键法庭指令。如果这一切是真的，这个陪审员的违法行为很可能会导致此前对川普的判决被推翻，宣布审判为无效审判。马尔科姆还说，我猜川普的律师一定会对此做出回应。莫钦法官可能还需要举行专门的证据听证会，需要彻底调查此事。目前川普的辩护律师还没有对此事发表正式声明，但川普本人在他的媒体平台上发表了评论：无效审判 （mistrial）。很快，左派媒体《华盛顿邮报》报道，声称这个名叫安德森的脸书用户在后面发的帖子显示他是在开玩笑，而且他加入过一个川普支持者的脸书群。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我无法找相关的网页来证实。未来我会和大家进一步关注和分析有关的事情，但是无论这个事件对川普的上诉有什么影响，这件事情至少让我再次清楚地意识到一点：无论人认为如何板上钉钉的事情，其实都可能在一瞬间变得如海市蜃楼般虚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上天的安排一定有它的原因。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工业基地中，灰色厂房周围绿荫环绕，这就是中国芯片领军企业中芯国际近些年刚建成的一个新芯片生产基地。在厂房中，一条被称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芯片生产线正在运行。那么，为什么这个芯片生产线对中国如此重要？这个生产线正在生产的芯片有多先进呢？《华尔街日报》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条生产线上正在制造28纳米芯片，最近的产量
已超过试产阶段，也就是这个生产线可以正式投入生产28纳米的芯片了。中芯国际的这个工厂最终会被用来制造什么芯片，目前还没有确定。但是通常28纳米的芯片主要用于冰箱、洗衣机等这样的家用设备或汽车中。了解这个领域的观众可能会纳闷，那些用于新一代手机或者人工智能的芯片，目前基本用的制作工艺都是5纳米或者3纳米的了。台积电的3纳米芯片在2023年就已经量产了，预计到2024年底，可能连2纳米的芯片都要量产了。从2纳米到28纳米中间的芯片制成工艺隔了6、7代呢。对于这样一个落后这么多代的芯片生产线，中芯国际为何会如此兴奋？为什么《华尔街日报》还专门出一篇独家报道呢？另外，还有朋友可能会问，华为2023年发布的 Mate 60智能手机，其中包含了一款使用中芯国际制造的芯片，芯片的制作技术据说达到了和7纳米工艺相当的水平。为什么这时中芯国际却在为这条比7纳米落后了4代的28纳米生产线而兴奋呢？根本原因是这条生产线用的设备中国产的比例很高。据说虽然这条生产线还无法做到100%国产化，还不得不配备一些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设备，但是中芯国际在这条生产线上大力引入了中国产的半导体生产设备，使这条生产线成为中国迄今为止大量使用国产设备生产芯片的最先进的尝试。虽然生产出来的芯片比国际领先水平落后了6、7代，但是这个生产线在积极实现习近平思想，完成习近平要求摆脱对美国技术依赖的命令这方面具有辉煌的意义。目前美国和他的盟友并没有针对中国制造28纳米这样的老技术实施限制，限制的主要还是7纳米或以下的最新的芯片生产技术。那么中芯国际为什么要在28纳米这样的老技术上花这么大的力气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响应习近平芯片生产国产化的要求。从这一点上看，这条28纳米芯片生产线的政治意义要高于其实际经济意义。当然，也有人认为中芯国际开发这条生产线在实现政治要求外，也有一些实际意义。它可以为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企业提供一个实验场。在过去30年中，中国制造的一个致命问题是，中国制造的辉煌主要是在最后的应用层面，它的底层基础其实非常空虚。习近平一句话说，芯片这样的关键技术要全面国产化，这样铿锵有力的指示当然让中国的小粉红非常亢奋，但是习近平在做出这个指导前，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拿生产面包做个例子，如果要保证面包生产完全自主，这就意味着要自己生产面粉和面包的其他原材料。要自己生产面粉，就得自己种小麦和加工小麦，要种小麦就要自己生产化肥，延展开去，这背后是整个化肥工业。另外，要高效种小麦，就得有农用设备，这背后又是一整套农业机械工业。另外，自己做面包还意味着自己要生产面包机，自己生产烤炉等，这又是另外一整套工业系统。所以要完全自主做面包这么简单的事情延展开来，背后都是庞杂无比的。现在习近平要求中国芯片工业要自主化，你可以想象这背后的复杂和纷繁程度。2023年，中芯国际成功为华为 Mate 60智能手机生产的7纳米芯片，使用的设备和技术其实是国外的。因为美国的禁令，中芯国际无法获得荷兰 ASML 制造的能够直接生产7纳米芯片的新一代光刻机。根据半导体专家的分析，他们认为华为和中芯国际可能是创造性的使用了他们现有的老一代的 ASML 光刻机，
用这老一代光刻机对半导体材料进行多次曝光，用这样的特殊方法实现了比老一代光刻机常规指标更高的精度。但是这种做法的负面效果是，它导致芯片的产量下降，生产成本上升，而且对于下一代芯片，例如制造5纳米芯片，这种别出心裁的思路就基本走入死胡同了，生产效率会低到无法量产的程度。但是光刻机这个现代芯片生产的核心技术，那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它是过去20多年全球众多技术研发合作的结晶，复杂程度极高。它的研发和生产涉及多个高科技领域的协同合作，包括光学、材料科学和精密机械工程等等。例如，光刻机需要具备极高的精度，要能在纳米级别进行刻画。另外，它需要非常短波长的光源，而要产生和控制这种光源非常困难。而且，光刻过程中需要在超洁净的环境中进行，任何微小的尘埃或污染物都会影响芯片质量。因此，光刻机的制造和维护成本极其高昂，每台机器的价格都可以达到数亿美元。但是，当今中国，只要习近平发出命令，要求中国芯片生产要全面国产化，那么中国政府的政策就会跟进，同时中国的银行就会配合行动。有政府支持，有银行出资贷款，中国人哪有放着钱不赚的道理？于是，近些年在中国真的涌现出一大批新成立的各种芯片制造设备企业。因为很多这些企业都是从零或者是从很低的基础起步的。就拿光刻机来说，中国没有自主研发的高端光刻机。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国产替代品是上海微电子设备集团生产的设备。这个公司的网站显示，他们主要生产用于制造90纳米芯片的光刻机。从这么低的技术起步，不可能让它一步就能够生产被美国限制的用于生产7纳米的光刻机的程度。因此，中芯国际搞出一个28纳米的芯片生产线。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它能为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企业提供一个实验场，给中国政府展现一下目前中国芯片设备企业的最新整体整合能力。目前中国不惜技术倒退，试图从底层开始，从追溯历史开始，全面重新构建整个芯片生产产业链。对于中国目前这样的努力，不同的人其实有不同的看法。有支持的，例如台积电的前高管，后来直到2021年还担任中芯国际独立董事的杨光磊就认为，这是中国芯片从此奋发图强的契机。他说，美国封锁一切，你会迫使沉睡的狮子觉醒。但是很多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刻认识的人，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芯片制造全面自主，这个听起来气派十足的决策，却经不起详细推敲。这个全面自主要到底全面到什么程度？这个决策到底是在系统性的科学讨论后的理性决定呢，还是如另一个三峡工程一般，掺杂了无数利益因素的个人政治决定呢？过去几个月，西方媒体普遍报道了中共目前正在推行的一个运动，目标是在中国根除美国技术，被中共官员隐晦地称为删除 A 或者与 A 脱钩。中共目前是先从政府和事业单位中开始推行这个运动。目前在中国，国产化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政治性概念了。3月份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有关芯片设备的展览会上，一些展商的展位上挂着高度本地化的标牌。当一个技术产品的评估标准中加入了所谓国产化这样的非技术衡量标准，它一定会影响这个产品的技术性能。任何对优化理论有初级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最近我看一篇网文，内容是讨论中共财政到底在信息化国产化的道路上花了多少冤枉钱的问题。文章表示，中共在国产化这些东西的费用曾经一度快赶上地方财政的人员负担了。要不是现在中共各地财政吃紧，
各地政府拿着中央要求过紧日子的口号来顶着上面各个部门在这方面的压力，在国产化上还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民脂民膏呢。之前时常能看到一些中共政府的职能部门的账目上列出上千万的费用搭建国产化的信息系统，然后是数十万上百万的日常维护费用。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都是把财政资金转变成白手套兜里钱的一种借口和手法。但是能用这个权利的都是地方政府的一二把手，所以你一提出这类问题，连问题清单都上不去，就被沟通掉了。所以到后面看到这类支出，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接跳过去了。文章还透露了一些有关国产化的其他内幕，例如目前大部分省份的财政支付系统都不兼容国产机，因为开发兼容的软件又是一大笔钱。现在中共各地财政都已经没有这样的钱了，但是中共高层又要求国产化全覆盖，那怎么办呢？办公室没法用你国产的电脑，我也要花钱买上国产电脑放那儿，而且每天还要装模作样的把国产电脑打开，以防临时检查。国产机性能差得如垃圾一般，而且还是非常贵的垃圾。用非国产设备组装的机子只需要3000元，国产机讨价还价后还得6000元，有时机子里面的国产操作系统还要单独收费。一个软件明明可以加个功能就能解决多个部门问题，但是各地政府都要用各种方式花钱去开发自己的软件，然后日常维护费用都是10几万，既花钱又难用，而信息安全就更没法说了。文章最后提到，这些年多数官二代官三代只要不是搞金融，就是在搞信息，这背后的原因现在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共国有一个让局外人不理解的现象，例如不论是胡锦涛执政时期的温家宝，还是习近平执政时期的李克强，都用不同的方式抱怨过，他们的政令经常出不了中南海，意思就是中央的政策地方没人认真执行。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看到中共在搞奥运会、搞基础建设等等方面，中央只要振臂一呼，各地就干得风生水起，这不矛盾吗？不矛盾。什么政令能出中南海，什么出不了，关键是这个政令能不能让下面各层官员有机会受益。就目前看，习近平关于关键产业国产化的政令，看来是属于那种能让大家一起闷声发大财的好政策。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针对芯片制造全面自主这个决策可行性的问题上，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做到芯片制造全面自主，难度都绝对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美国是芯片技术的起源地，在这方面有政府资金支持，有全面的技术配套，但是美国也不敢谋求全面自主，它的努力方向也只是保证芯片产业链集中到对自己的友好国家中，因为芯片制作过程实在是太复杂了。日本的东邦印刷公司是一个有着124年历史的印刷报纸杂志的老字号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价从去年到现在翻了1倍。这可不是因为日本的报纸杂志的订阅量最近大增了，而是因为目前的人工智能带火了半导体行业，而东邦印刷在芯片的封装板领域有自己的绝活。现在提起芯片制造强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台积电所在的台湾，三星公司所在的韩国。历史上在芯片制造方面辉煌一时的日本和美国似乎现在已经没落了。其实日本在半导体供应链中那些表面不起眼但却非常关键的重要部分，比如化学品、封装板等领域，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是许多用于芯片制造的专业材料的起源地，这些制造商通常起源于计算机芯片时代之前的老牌传统企业，如化肥、味精、印刷、摄影胶片等。前面提到的东邦印刷和另一家日本印刷公司，就利用他们在印刷领域上百年的技术积累，占据了世界大部分芯片制造中的光造的市场。
光罩在芯片制造中扮演了模板的角色，是实现精细电路图案的重要工具。在芯片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东邦印刷这样的老牌印刷公司发现，芯片制造中在硅片上印制电路图的工艺和印刷公司在书籍和艺术品上印图案的技术紧密相关，因此东邦印刷自然就进入了芯片的光罩领域，并在这个领域随着芯片行业的发展而不断改进技术。另外，芯片制造中所需的大部分光刻胶都是由日本的富士胶片和其他日本相关企业提供的。以前玩过摄影的朋友都知道，富士胶片也是一个有着90年历史的日本老牌摄影胶片公司。它曾经在上世纪和美国的柯达胶卷展开过激烈的竞争。在1980年代，为了规避和柯达的全面竞争，富士胶片开始进入芯片领域的光刻胶市场。富士胶片的负责人说，无论是制作照片还是集成电路，光刻胶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把感光材料曝光以形成图像。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正是我们公司的强项。现在柯达公司因为数码相机的冲击，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而富士胶片的股价这周再创历史新高。部分原因是富士胶片宣布到2030年左右将其半导体材料收入翻倍。数据显示，日本企业在6种不起眼但是却是关键的半导体材料技术和工具中，占了将近1半的全球市场。目前，日本企业为确保日本能够在世界芯片产业链中依然具有国际竞争力，依然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他们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加强对这些默默无闻的老牌企业的扶植和投入。日本企业生产的这些芯片相关产品，虽然不如光刻机那样复杂和高科技，但是同样很难快速取代，因为这些产品的背后都是如东邦印刷或者富士胶片这样的老牌企业，是他们近100年技术的沉淀和积累的结果。美国非常清楚这一点。面对这些日本企业，美国强调的不是如何在美国本土代替他们，而是善意提醒这些日本企业，为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稳定性，需要想办法分散生产基地，别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东邦公司也很知趣，目前正计划去新加坡再开一个芯片包装板厂，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放心，就是日本本土因为地震等自然灾害出现意外，新加坡的企业依然可以给世界提供芯片制作所需要的原料和工具。有些不太明白事情的中国小粉红经常会从中共的新闻报道中引用各种素材，来证明中国人多么聪明又勤劳。你100年的技术，我说赶超就赶超了。对此，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在节目中没法一一回应。这里我引用华为中研院原副总裁刘平所著的《华为往事》中的一个章节，给这些人科普一下中国对自己技术评估的真实过程是什么样的。在《华为往事》的第12节，刘平说道，他当时任电话程控交换业务部的副总工程师，当时中共政府组建专家鉴定组来考核鉴定华为新的程控交换机的技术性能。鉴定组的组长是北京邮电大学的程时端教授，下面完全是刘平书中的原话。在功能测试的时候还能勉强混得过去，测试到有问题的时候，接待人员就赶快把测试人员带去玩或者是吃饭，我就赶快修改软件，晚上更是通宵达旦的修改白天测试时发现的问题。但测试性能的时候，很多指标都过不去，像接通率、时延等指标都严重达不到国标的要求。这些指标都受限于硬件的处理能力，一时也改不好。我向李一男做了汇报，李一男说，你不会做一些手脚吗？于是我在测试时将主教方和被教方全部放在一个模板中，还将一些连接设成永久连接，另外将终端上显示的 CPU 占有率减低，从原来的 90% 占有率减为 40%。 专家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结论圆满通过了鉴定。
我相信代表中共政府的专家鉴定组也不傻，他们代表中共，给华为产品加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标签，对中共自己的脸面，对华为到亚非拉各地的穷国小国去骗钱，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刘平的华为往事写的都是中国以前的事情，现在习近平对中国管得这么严，还有人敢这么糊弄事儿吗？对此我没有第一手资料来反驳，但是我有基本的推理能力。在技术很难实现的情况下，在时间很有限的情况下，在政治和经济压力又很大的情况下，你让参与其中的聪明的中国人如何是好？现代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历史上把别人的芯片标签磨掉，盖上自己的标签来充数的低技术都干得出来。现在各种高科技手段这么多，你还担心人家想不出高招来解决问题吗？习近平现在管得严，造成的主要结果，未来可能没人再敢如刘平那样，会洋洋洒洒写出一个什么中国新往事的著作，把自己那些丑事如刘平那样真实的写出来罢了。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有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共不该在出台政策方面如翻大饼一样反复多变。我认为这句话似乎更是在告诉治国者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如何才是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正确的治国心态。比如中共核心提出芯片生产要全面国产化这个要求后，中共的政策和态度是一致的，并没有变来变去。但是这并没有让这个要求变得符合老子的教诲。这个所谓国产化的要求只是中共核心的个人愿望，历史的发展是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轨迹的，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把个人的意愿变成国家政策，不顾一切的强力推行，往往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的是反效果。我这期节目讲了很多内容，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和大家分享这点视角。中共统治中国的这70多年，他统治引发的大多数人为灾难，根源都是中共或他的核心把他们的意志极端强加到中国老百姓身上。从大的政策上，例如中共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家都能体会到中共违背天理的治国理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后果。今天我就特意从中共要求芯片制造国产化这个表面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决策上来讲，目的依然是和大家分享这个视角。人的最大善念或许就是能够顺天意而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